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共在国际上挖坑自己跳的奇葩操作。最近中国外交部一句话，硬是把台湾送回日本的逻辑漏洞暴露无遗，让全世界看傻了眼，笑翻了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起因要从北京当局否认一项70多年前的国际条约说起。中共这步棋本想强调他们对台湾的主权立场，没想到却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形成今年国际政治圈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之一。事情的经过其实不复杂。2025年11月下旬，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与在野党党魁辩论时，再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表明日本会高度关注台海安全。同时，高市早苗还特别引用了战后签订的旧金山合约，强调日本早在该合约中就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没有立场去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换言之，他是说日本不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因此日本关心台海局势，并非要干涉台湾主权。而高市的发言很快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中国官方跳脚抗议。面对高市早苗援引旧金山合约的说法，中共决定祭出他们的历史必杀技。12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国从未接受过旧金山合约。他声称，该合约是在排除中苏等二战主要参与方的情况下，单方面对日购核的文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因此对于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处置都是非法无效的。毛宁这段话的用意很明显，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没参加旧金山合约，所以北京当局不承认该条约对台湾问题的任何约束力。他试图以此来反驳高市早苗的论述，意思是别跟我提什么旧金山合约，我们从头到尾就不承认，那不作数。毛宁话音刚落，国际舆论瞬间炸开了锅，但绝不是站在中共这边叫好，反而是一片哗然和讥笑。许多人立刻发现了中共此番表态中巨大的逻辑漏洞。如果中国不承认旧金山合约，那岂不是表示日本当年放弃台湾主权这件事在中国看来也无效了吗？日本前众议员松丸成就第一时间在社群媒体上调侃道，如果中国否认旧金山合约的效力，那现在台湾不就还是日本的领土，根本没归还给中国吗？这句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直接点破了中共说辞的荒谬之处，让人大呼过瘾。松丸成的神吐槽瞬间引发大量转发讨论，网友们笑翻之余纷纷脑洞大开，开始各种戏谑。有人打趣说，难道我们赶快去申请日本护照吗？也有人故作认真地问，中共这是在帮台湾人恢复日本籍吗？台湾的网络社群更是狂欢一片，许多帖子嘲讽中共一张嘴，台湾直接变日本。这下可好，全世界见证魔幻现实了。甚至有网友用历史梗回应，照北京的逻辑，我们是不是要回到马关条约时代？1895年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现在中共等于承认那份割让没被推翻。一时间，中共把台湾送回日本成了热门话题标签，连一些平时不关注两岸问题的人都被这离谱剧情给逗笑了。这到底牵涉到什么历史背景呢？我们不妨把时间拉回二战结束之际，看看旧金山合约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它和台湾地位有何关联。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亚洲长达数年的战争。然而战争结束不代表一切自动尘埃落定，战后还需要正式的和平条约来处理领土归属和法律问题。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会议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白纸黑字写着，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应该归还中国。后来1945年7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重申了开罗宣言的条款，要求日本无条件履行。日本投降诏书中也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从同盟国立场看，这些文件已经宣示了台湾未来属于中国。不过宣言归宣言，战后真正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程序还是要靠正式条约来完成。于是在战后经过一段盟军占领期后，各相关国家齐聚旧金山签订对日和平条约。1951年9月，包含美国、英国、
法国等将近50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一般就称为旧金山合约。这份合约在1952年4月正式生效。条约第2条里，日本明文宣称放弃对台湾，条文中称福尔摩沙及台湾旧称及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主张与要求。同时，日本也放弃对朝鲜、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以及南海诸岛，包括西沙、南沙群岛的权利等等。换句话说，透过这个多边合约，日本正式放弃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海外殖民领土的主权。战争状态结束，新的亚太秩序据此建立。然而，旧金山合约从诞生那天起就有一个特殊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没有参加。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结束后的分裂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控制大陆，而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仍被部分国家承认为中国的合法代表。谁能代表中国签约，成了当时美苏对抗下的政治难题。由于冷战格局，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承认北京政权，而苏联坚决反对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参与。最后协商结果是干脆2个中国都不邀请，让合约在缺席中国代表的情况下签署。苏联代表虽然出席了旧金山会议，但对条约内容强烈不满，拒绝签字。苏联当时也反对和平条约中对部分领土的处理，例如千岛群岛归属问题。因此，最终旧金山合约的签署方里没有中国和苏联。北京方面当时就严词谴责这个合约是非法的单方面合约。因为没有参加旧金山合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始至今的官方立场都是否定该合约的效力。他们声称这是一个在排除他们的情况下签的非法条约。中共更倾向强调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认为那2份文件才是对日战争结果的正统依据，而那2个文件确实把台湾归还中国列为目标。但问题来了，宣言毕竟不是正式条约，真正让日本放弃台湾主权的是旧金山合约。然而北京不管这套，他们认为反正日本投降时已经承诺遵守波茨坦公告，所以台湾主权在1945年就应该回到中国了，他们不需要旧金山合约来2次确认。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共在历史论述上的一种回避手法。那台湾这边怎么办呢？国际上多数国家在1952年开始承认旧金山合约的新秩序，但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受邀参与，它需要单独和日本终结战争状态。于是195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在台北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亦称中日和平条约或台北合约。这份条约基本沿用了旧金山合约的精神，其中日本重申他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的所有权利，同时确认开罗宣言的有效性。通俗地说，日本借由和中华民国的双边条约，正式承认了台湾回到中华民国治下的事实。自此，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统治的地位在法律上获得了日本的承认。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不承认日华和平条约。在北京眼中，蒋介石政权签的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为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称之为已经灭亡的政权。后来到了1972年，全球局势出现巨变，日本与中国大陆建交，东京转而承认北京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台北断交。在中日建交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日本单方面宣布日华和平条约失效，同时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需要注意的是，日本这份声明用词谨慎、理解和尊重，并不等于日本自己承认拥有同样立场，但至少日本承诺不再质疑北京对台主权的主张。自此之后，在日本和大多数国家看来，台湾主权归属问题陷入了一种微妙的状态。日本已经放弃台湾，不主张拥有，北京坚称拥有，但从未实际统治过台湾。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但国际法上缺乏广泛承认的战后正式地位决定文件。其实自二战后就存在着台湾地位未定论这种说法。由于旧金山合约没有明文规定台湾交给谁，仅是日本放弃，日本之外的各方对台湾法律地位有不同见解。在50年代，
当时的美国曾经主张台湾最终地位尚未确定，认为应待将来通过国际协议或联合国决议让台湾人民自行决定。对美国而言，这种模糊有利于在冷战中保持战略弹性，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当然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在战后已经依照开罗宣言回归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夺取大陆政权后，同样延续了台湾在战后已归还中国的叙事，一口咬定没有什么未定论。他们不愿承认台湾地位有任何讨论空间，因为那等于否定他们对台湾的法理主张。所以长久以来，北京逢提及台湾问题，总是拿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来佐证，自认国际上早有公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毫无争议。现在妙就妙在这里，中共过去虽然不承认旧金山合约，但至少还默认着日本已经透过那一系列战后程序放弃了台湾，间接形成了台湾归还中国的结果。北京可以且一直在对内宣传，你们看，开罗宣言定了调，日本投降后把台湾交还中国，只不过当时接管的是蒋介石，后来我们共产党才成为中国合法代表，所以台湾理所当然属于新中国。这套话术虽不严谨，但听起来有一定连贯性。然而现在毛宁一句不承认旧金山合约，等于亲手拆除了自己故事里关键的一环。如果连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这件事你都不承认了，那你哪里来的资格声称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呢？是用一个简单比喻来说明，这就像有人声称某栋房子是他的，理由是房子的前任主人已经在遗嘱中表示要把房子给他，然而突然有一天他跳出来说我不承认那份遗嘱，那旁人就会问了，不承认遗嘱的有效性，是否意味着前任主人其实没把房子给你？如果那遗嘱无效，房子理论上还属于前任主人的财产没转移呢。现在中共的处境就是如此荒唐，他们过去一直以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并归还中国作为自己对台主权宣称的历史起点，现在却自己推翻了这个起点。难怪松丸成会冷笑说台湾还是日本领土，因为在法理上，如果连旧金山合约都无效，那只能追溯到上一份有效条约，而上一份和台湾领土有关的国际条约正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当时清朝割让台湾给日本，中共否认了旧金山合约，以及他也不承认蒋介石签的台北合约，那岂不是变相回到马关条约的局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是什么？有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此举等于把自己对台湾主权宣称的基础瞬间清零。原本北京好歹还能说日本在战后条约中放弃了台湾主权，开罗宣言又早已约定将台湾归还中国，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继承政权，所以我们对台湾拥有主权。现在头一个依据，日本在战后条约中放弃台湾，被他们自己否定了，那整套说辞就崩盘了。国际法层面来看，若连战后和平条约都不算数，中共对台湾领土的主张根本找不到支点。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地位未定论反而更站得住脚了。毕竟连你中国自己都说没有接受过战后处理，那不正说明台湾的法律地位至今没有透过一个各方都承认的条约来划定吗？这下可好，中共几十年来最忌讳别人提台湾地位未定，结果自己捅出个台湾地位未定，真是风水轮流转，报应来得快。对台湾方面支持自主的人士来说，简直捡到枪，北京亲口承认了没有接受旧金山合约，等于暗示台湾前途未定，那么不正该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吗？中共真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原想否定合约来加强自己的主权声索，反倒替台湾独立派递上了国际法的弹药。难怪台湾朝野有人幸灾乐祸，直呼这回中共是自掘坟墓。台湾各界也纷纷发声评论北京此番荒腔走板的操作。前台北市副市长罗志强就指出，中华民国在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并接管台湾，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有当年的文件与国际会议记录为证，不容中共随意扭曲抹杀。换言之，他强调台湾自二战后一直由中华民国有效统治，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与中共在旁喊话无关。另一方面，民进党籍立委赖瑞隆也提出看法，
如果中国连旧金山和约都不承认，等于把日本战败后台湾地位的规范整个推翻，势必让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更加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未来的走向当然更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蓝绿两边的观点虽出发点不同，但有一点共识，中共此举完全是自我矛盾，弄巧成拙，不仅无助于其对台主张，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太过当真的担心日本要收回台湾。现实层面来说，日本早已放弃台湾70多年，现代日本并无重新统治台湾的意图或欲望。松丸成的发言纯属反讽，他并不是在主张日本真的拥有台湾，而是嘲笑北京自己把话说死造成的窘境。日本政府目前的立场很清楚，遵守旧金山和约确立的战后秩序，不会去挑战其中关于领土的安排。日本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并不是要重温旧梦当殖民宗主，而是出于现代国家共同价值和安全利益的考量。所以就算中共闹出这档子笑话，日本也不可能顺势跑来跟北京说，既然你不认合约，那台湾是不是还我的？这点大家心知肚明。但从国际政治和法律的逻辑上说，北京否认旧金山合约的效力，确实打开了一个令人玩味的潘多拉盒子。因为那份条约牵涉的不仅仅是台湾，刚提到旧金山合约还规范了日本对其他领土的放弃和战后地位，比如朝鲜半岛的独立、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给苏联等等。如果北京单挑合约中关于台湾的部分宣布非法无效，那是不是也间接影响了其他部分的正当性？当然，中共不会笨到公开质疑韩国独立或其他条款，但他这种选择性否认本身就非常荒唐。国际条约不是自助餐，不能说这道菜我不爱吃，就当它没上桌，其他菜我吃了就算数。北京一方面享受着战后秩序带来的红利，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正是二战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却想推翻自己不爽的部分。这种双重标准看在国际社会眼里，只会摇头失笑。还有一层反讽是，有网友指出，旧金山合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军事发展，虽然更直接的限制来自日本自身的和平宪法，但两者精神一脉相承。中国长期以来对日本军事正常化充满戒心，经常敲打日本不要忘了战后国际条约和承诺。那么现在中共高调把旧金山合约枪成废纸，是否等于提醒日本人，我们不认账哦，你们爱怎样怎样呢？有评论戏称，中共这番话如果当真，那日本岂非理论上不再受合约拘束，可以为所欲为？当然，现实中日本依然会遵守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架构，不可能因为中国几句气话就改变国策。但北京这种事态确实给了旁观者一种哭笑不得的印象。你中国不是一直希望日本坚守和平条款吗？怎么现在倒像怂恿人家撕破条约重来？可见中共当时完全是气急败坏，急于反击高市早苗的发言，根本没细想过自己的逻辑会导致什么荒诞结论。那北京为什么会铸下如此大错呢？归根究底，是其高度紧张的对台神经和逢人必刚的战狼外交心态在作祟。对北京而言，任何暗示台湾地位未定的风声都如芒刺在背。他们最害怕国际上有人挑战台湾属于中国这个宣传铁律，而高市早苗的言论，特别是他引用旧金山合约说日本无权认定台湾地位，尽管看起来是日本自我约束，但在北京眼里等同于重提台湾的地位问题还有讨论空间。这正踩中了中共的痛脚，所以他们急不可耐地跳出来驳斥，以为可以用我们从不承认那个合约来一劳永逸堵住这个话头。遗憾的是，中共外交官的这番操作实在下策。也许在他们自己的舆论场内，听众早被教育成旧金山合约非法论的信徒，觉得毛宁这么说理所当然，但在国际舆论场，这套说法完全行不通，反而闹笑话。从毛宁的表情看，他在发言时气定神闲，信心满满，仿佛以为自己摊事实讲道理能够击退日本的说辞。然而北京外交部似乎没有人提前做好为其推演，去想一想，撇开我们自己的立场，在别人眼里这话等于什么？结果他们漏算了一招，被对手轻轻一击就自爆弱点，当场逻辑破产。
这也不是中共战狼外交第一次弄巧成拙了。近年来，中国一些外交官和官媒经常以强硬甚至偏激的言论秀肌肉，试图刷存在感，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之前中方曾在国际场合扬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或用侮辱性词汇攻击他国政要，最后只会导致国际形象受损，盟友愈发疏远。这次关于旧金山合约的翻车更堪称经典，它牵动的可是不只是当下外交争执，而是整个二战后的国际法框架。北京轻率地喊出非法无效，不仅没能显示什么大国自信，反倒让人怀疑其作为二战战胜国之一，是否连基本的历史清算都搞不清楚。试想，连结束二战的和平条约都敢否定，这难免让人担心北京当局是不是对战后国际秩序怀有某种修正主义企图。国际媒体和观察家们这回可是抓到了画饼。原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国际上未必每次都关注细节，但这次因为牵涉台湾与日本，又出现如此爆炸性的逻辑缺陷，自然成为新闻焦点。许多外国评论员纷纷撰文，直指北京此举是战略失误。有人调侃道，中国政府总说别人要尊重历史，但看来首先不尊重历史的是他们自己，该承认的二战成果不承认，倒是一门心思想改写历史剧本。还有人半开玩笑的建议，下次如果北京再逼着联合国或哪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他们大可引用中国外交部自己的原话，连旧金山合约都不认的中国，根本没有资格谈台湾主权。可以预见，毛宁这段发言将长久地留存在国际舆论档案中，未来只要提到台湾地位问题，就会被反复拿出来当作反击北京的利器。对北京而言，眼下或许只有装糊涂一途。中国官媒目前正努力转移焦点，淡化此事。他们继续重申所谓开罗宣言确立中国对台主权，大概希望国内民众不要去细究那句不承认合约带来的麻烦含义。然而纸包不住火，现代资讯流通迅速，北京话音刚落，全世界都听见了。即使国内可以封锁相关讨论，国际上想抹掉这个记录已不可能。可以说，中共自己拆了自己的台，在国际舆论场出了个大糗。从台湾角度看，北京的这番失言当然是件好事，起码在国际论述上，台湾少了些压力，多了些空间。毕竟中共等于承认了台湾主权归属问题，远没有他们宣称的那么天经地义。长期以来，北京在国际场合逢提台湾问题，总喜欢用公认的国际法事实来压人，仿佛全世界都已承认台湾是他们的囊中物。但现在他们搬出的国际法依据自己给砍断了，未来在硬拗时说服力将更弱。台湾的外交人员或者民间声音完全可以回敬一句，中国自己都不承认旧金山合约，请问战后是通过什么把台湾给了你？北京若再回答开罗宣言，那很遗憾，宣言不是条约，它没有法律强制力，充其量是战争目标声明。如此一来，国际社会对台湾定位的思考可能会比过去更倾向于尊重台湾人的意愿，而非北京单方面的历史叙事。当然，中共政权的运作向来不是建立在逻辑自洽上，他们更习惯以权力和宣传塑造现实。就像有评论者讽刺的，跟中共讲道理基本上是浪费脑细胞。他们今天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明天也能睁眼说瞎话，否认前言。这话虽尖刻，却颇贴切地描述了北京处理尴尬的套路：死不认错，强行洗地。所以我们也别指望中共会出来承认失言或修改说法，他们大概只会加倍强调我们对台湾拥有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律依据，然后顾左右而言他。然而此时此刻，他们内心应该非常清楚，在国际舆论上自己理亏了一招。往后一段时间内，北京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对外宣传上恐怕会更加小心翼翼，避免再度露出这样的马脚。总而言之，否认旧金山合约把台湾送回日本，这出闹剧充分体现了中共在对外宣传中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想显示历史正统，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身历史的缺席。当年签订对日合约时，新中国没在场，这是历史现实。北京可以永远嘴硬不承认，但国际法的程序就摆在那里，不因你主观意愿改变。
中共此次试图用强硬姿态弥补历史缺憾，结果却让世人看到皇帝的新衣。一句话拆穿了他们论述中的逻辑黑洞，也让世人再次认清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共自己设定的矛盾剧本。对台湾人民来说，这场风波更多的是心理爽感上的胜利，毕竟北京吃了瘪，我们不必担心什么实质损失，反倒多了个宣传利器。但国际政治终究是现实的角力，不会因为一次口舌之争就根本改观。中共在军事上对台湾的压力依旧存在，在外交上仍然会想方设法孤立台湾。我们还是得脚踏实地，继续争取国际支持，强化自我防卫。然而，有这样一桩荒谬的反证摆在那里，未来我们在国际场合阐述台湾主权时，腰杆子无疑可以更硬一点。因为连中共自己都不小心承认了，台湾从未经由有效条约成为过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戏剧化，中共嘴上喊着要正告日本勿忘历史教训，结果自己犯了个历史常识性错误。他们号称要洗刷近代屈辱，却因为否认旧金山合约，反而像是在否定当年把台湾从日本手中拿回来这件扬眉吐气的大事，这真可谓莫大的讽刺。或许再过若干年，当人们总结台海博弈的历史时，2025年底这一幕会被写上一笔中共外交奇招，反令台湾地位议题国际大白于天下，赢得满堂哄笑。而在笑声背后，是自由世界对集权谎言的又一次戳破。对北京而言，教训可能是痛的，对台湾而言，真相则是甜的。未来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记住这出闹剧带来的启示。凡事讲究真凭实据，历史不是任人涂改的橡皮泥，谎言终究成不了通行国际社会的货币。中共这回挖的坑，就让他们自己慢慢往外爬吧，而世界将会继续在一旁看着，笑着。